Hello， 大家好。那接下来我们会更新 B 技术的第一款，然后这个呢是方形的堆积，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建立45度的方形，所以称之为45度，因为在我们堆积重量的时候，训练的是在枕骨区以下做出一个45度堆积切口，然后控制大家对切口的认知和对角度的认知。为什么称之为经典呢？是因为我们所有的堆积角度都是在我们枕骨区所建立的，所以呢，我们更能够直接的看出45度所带来的一种堆积的量感。好，接下来我们去训练第一款方形的堆积。现在呢，我们把所有的头发呢梳到自然垂落，然后找到我们头旋的位置呢，去连接我们的耳点。我们分出一条微微的斜向前的一条划分线，连接我们的耳点。好，现在呢，继续的分出我们的另一侧。注意，在我们剪发之前要确定好我们的头位，头位所有的我们的所有的头位呢都是与地面做一个水平。注意我们的前后左右不要倾斜，这样方便我们更容易去控制头发的形状以及它的角度。好，现在我们后发呢中轴线把它分开，分出我们的左右两边。注意再去分这条线的时候，注意我们左右两边的发量要做到对称。好，分开以后呢，现在我们去确定我们的位置。在我们这款发型当中呢，在45度枕骨区以下去裁剪的时候呢，是放射的划分线。在枕骨区以上呢，是斜向前偏水平的划分线。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分出第一片，在枕骨的位置，我们取出横向第一片发片，这里发片的厚度呢，大概在1厘米左右。现在我们把这片头发呢带至我们的后部区，所有的发片在我们的枕骨区为参照面，在这一片呢，发片的角度呢是45度。我们现在确定发片上下的高度45度以后，长度设定在3到4厘米的位置，也就是头发落位下来这一片在我们枕骨向下2厘米左右。好，现在我们拉起来，将第一片头发呢横向，只为注意在这里摆成一个水平面。然后如果我们再去裁剪的时候呢，我们后区的张力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指尖呢微微的下压一点点。注意我们两侧头发的张力，头发带的位置一定是在转角线以内，把它剪掉。好，另一面也是一样的，取出一片1厘米左右的发片，将这里的头发呢平行拉出，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呢带至转角线的参照面以内。在这一片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我们的指尖略微的抬高一点点，保证我们外侧的头发的张力在剪完以后呢不会走圆。上下的角度呢保证是45度。那第一片是我们的引导线，在剪完这片以后呢，放下来我们能清晰的看到这里有一个弧线的一个落位。那头发剪方形落下来的时候，清晰的能看到是中间高两边低的一个弧线。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的向后去延伸，我们的发片的角度呢逐渐的变成水平的划分线。好，在这片我们进行去提拉的时候，它已经跨越我们枕骨区往上了，所以从这片以后，所有的头骨开始往里收了。我们能看到最突出的位置是在我们枕骨点的位置。现在我们进行去提升的时候呢，不再去参照我们发丝与头骨的角度。那这一片发丝与头骨的角度呢，它的90度是在这里，它的45度是在这里。那现在我们按照这里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我们的切口纵向就会往上走。现在我们控制45度的纵向切口面，所以在这片发片的时候呢，我们不会再继续向上去提升。那现在我们头发拉起来的时候，还是按照我们第一片枕骨区的头发作为引导线，所以在这个地方去建立45度的时候，我们纵向的切口面是一个直的45度的切口面。好，我们继续的将两侧的头发呢带至我们的转角线，侧区的头发再去带过来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由于头发往后提升，头发会往前去提拉，所以在这一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略微的压低一点点我们的角度，
或者是抬高。那压低和抬高就是为了释放我们侧部区头发的张力。当我们去放下来的时候呢，头发还会向前去推动。继续向上去叠加的时候，我们就能清晰的看到我们后部区方形落位下来所产生的一个流向。我们可以略微的压低一点点我们外侧的角度。继续水平的划分线。好，拉起来。越往上，我们的角度呢，其实在我们的枕骨区往上就是越来越低的。所以我们剪完以后呢，在我们枕骨区清晰的能看到这里切口的形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量线。因为发丝与头骨已经没有继续再提升了，所以我们能清晰看到这里切口的一个痕迹。好，最后一片。我们能清晰的在后区看到一个水平面的方的切口。当头发落位下来的时候呢，我们能看到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印线，在我们枕骨区以下呢，它是一个内弧的，中间短两边长的。好，这里是我们骨梁区和骨梁区以上的头发。那接下来呢，我们再会去剪静态区的头发。剪静态区的时候呢，在我们枕骨区以下，我们能看到这里的发际线比较的窄我们再去裁剪的时候呢，所有的划分线是斜向前的。我们从中间呢分出我们第一片的头发，我们从中间分出第一片头发，那这里的头发呢是一个等腰的三角形发片，那这片头发呢是原位裁剪的。现在由我们的横向裁剪变成了纵向裁剪。把这片头发呢拉至中间，这个时候我们能清晰的看到上面的引导线。我们把这片头发呢拉过来以后，找到我们上面的引导线，进行45度向下进行去裁剪。继续的斜向前的划分第二片头发。
当我们剪方形的时候呢，我们要控制横向的切口，在枕骨区以下，在我们转角线以内的头发呢，拉到我们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呢，拉至我们转角线以内进行去裁剪。现在我们进行去裁剪的时候，注意我们的首位呢是45度的，导线在我们上面这一区，所以呢，我们的发片呢要往里靠2:1，这样我们横向的话才能得到一个水平面的方切口。继续的斜向前，这片头发已经跨越转角线以外了，所以我们去梳理的时候呢，一定要将它梳至我们的转角线以内进行去裁剪。最后我们将所有外侧的头发呢，都带至我们转角面以内进行去剪切。好，这样我们就能得到一个45度的方形的切口。现在我们再剪另一侧，这边同样的用到斜向前的划分线，发片2:1带至我们的转角线。找到我们上面的头发引导线以及我们另一侧头发的引导线，把这个头发呢，手指摆成45度切口往里收，斜向前，转角线以外的头发呢，带至我们的转角线以内。在这个地方大家要控制好切口，不要往上去提升。但在我们进行去修剪的时候呢，我们右侧的头发很容易剪短，右侧的头发很容易放长，所以我们很多小伙伴进行去训练的时候呢，注意我们的手位以及我们带离的方向，因为我们右侧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剪刀和手进行去裁剪的时候呢，我们剪刀不是特别好控制，所以呢，我们进行去剪切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我们提拉的方向，再去控制好以后，发片控制好以后再去下刀，不要把头发刻意的往里拉，往里拉的话很容易将外侧头发放长。好，我们将所有的头发呢都梳至我们转角线以内，把它剪掉。这样在我们枕骨区，我们就会得到一个45度的方形切口面。好，现在我们去观察，从底下发际线的位置到我们上面的所有的头发，在梳过来的时候呢，在我们的空间形成了一条45度的一个剪切口，45度的剪切口。好，那我们头发放下来的时候，能看到它是一个中间短两边长的一个方形的自然落位，方形的自然落位。好，现在我们剪侧区的，那侧区的时候呢，我们进行去修剪的时候呢，按照我们后区最长的这一根作为引导线向前进行去裁剪。那再次去确定一下我们的头位是否是一个水平的状态。调整好我们的头位以后呢，那这里的划分线呢，我们还是控制一个微微的斜向前的划分线。好，这片头发呢，我们去梳理的时候呢，是与后区最长的这一根做引导线过来的。那这里的切口，侧区的切口是一个方的切口。那我们今天在裁剪的时候是一个45度的方形堆积。那第一片的话是我们的外线，如果我们向上去提升角度进行去修剪的话呢，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侧角点的位置和我们耳上基准点的位置这些地方的头发是比较高的，所以呢，我们进行去高角度提拉进行裁剪的时候，它这个地方是缺掉的。所以第一片我们建立外线的时候一定要低角度，那这里的角度呢，我们大概只有15度，看到我们后区最长的这一根进行去裁剪。那在去剪的时候呢，我们前面的切口可以略微的压一点点，不要让它剪完以后上扬上去。好，这是我们第一片形状的一个建立。继续的向上去延伸我们的发片。那这里我们的外线已经解决掉了，所以在这片提拉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直接拉起来45度进行去修剪。
好，拉向空中。那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底下的引导线。现在我们发片与地面的角度呢是45度。好，现在看到我们的引导线进行去剪切，在剪到外侧的时候，在这一片我们可以略微的压一点点，保证我们侧区剪了以后呢不会太短。好，继续将我们外侧头发呢也带到我们侧部的面，就是我们前侧点以外的头发。那现在我们的角度还是空间角度45度，参照的是我们第一片头发的，参照的是我们第二片头发的角度。那在我们空中拉起来的话是一个方的切口，那头发落位下来的时候呢，这里也会产生一些内弧线，向上去延伸我们的发片。继续的拉起来，找到我们的引导线。这样呢，我们侧部的方形就剪好了。当我们去放下来去检查的时候呢，后部的方和前面呢放在中间转角的位置呢，在这里它有一些呢是没有把它连好的。那我们拉起来，在面与面中间，我们能去看到这一片头发是我们外侧的侧部头发的方形。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将头发分成垂直的划分线，然后呢，将这里的头发呢往后提拉。以后区头发作为引导线，将这里长出来头发呢给它剪完。好，继续的垂直的分发片，然后将头发带至我们的后部转角线以内啊，带至我们转角线以内。现在我们手的切口还是45度，看到下面的引导线，将我们侧部区长出来的一些头发呢，给它做一些连接。这里基本上都剪不到了，只有2片的头发是需要我们连接的。好，那这个时候呢，头发再回来的时候呢，它面与面的切口就会连得非常的好。那我们从侧区就能看到方形侧部区和后部区的方形，它的一个自然的一个过渡的一个切口。好，现在我们去剪我们的另一侧。引导线，第一片头发呢是一个微微的斜向前一点的划分线，接近于水平。好，梳过来以后呢，确定一下我们第一片，注意我们耳朵这个地方的张力，再去提拉的时候呢，不要用力的去拉扯，尽量的去释放它。好，拉起来以后呢，找到我们后区的一个最长的这一根，然后我们的切口呢15度剪一个方的切口。现在去看一下我们左右两边的长度。
好，继续的第二片头发。确定好我们长度以后呢，将我们第二片头发呢拉至45度进行去修剪。下面有引导线，我们提拉起来的时候呢，要看清下面的导线再下刀。好，外侧这里头发的时候，在剪的时候呢，略微的压低一点点，切记不要往后带啊，往后带的话，在这个地方前面就会长出来很长的角。好，水平的划分线。头发梳展开，梳至我们的第二片头发的位置，找到我们的引导线。外侧这里略微的压低一点角度。越往上走，我们越能看到头骨和发丝的角度基本上是没有再提升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这里的头发是贴着头皮过来的。那我们只有在侧屈的时候呢，放下来的时候呢，能看到一点点层次，所以在两边的话，它的量感是比较重的。这里所有的都是参照我们第二片头发的角度进行去修剪的。这是前面的头发，一样还是将它带至我们侧部面，然后呢压低一点点切口去把它剪掉。好，在侧面我们放下来能看到一个微微的拱形的一个剪切面，然后前面头发略微放长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呢，再将我们的后屈和侧屈的头发做一些连接。那我们把所有的发片呢，用垂直的划分线将它梳好。然后带至我们的转角线以内，找到我们底下头发的引导线，将它45度剪切完。这样我们的侧部的方就和我们后部的方呢连成一个面了。这里已经剪不到了，全部给它检查一下。好，现在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就能看到后部的方形和侧部的方形，它在落位下来所产生的这种形线是非常明显的。好，现在我的头位是一个水平的，我们能看到这个切口面的一个变化，45度，头位45度，切口与地面是一个水平的。这个就是我们45度方形堆积的一个形体。我们现在把它吹干，然后去修饰一下。我们把它吹干以后呢，能看到这个形，这个是侧部的方形堆积，这是后部的方形堆积。在面与面中间这里能看到面与面、形与形中间的一个转角。好，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切口呢，把它修成一个水平的底线。我们要把这些翘起来的这些头发呢，给它往下涂一下，让它边缘的头发呢更加服帖，这样看起来会觉得更加精致一点。在涂的时候呢，要轻轻的去把表面头发呢给它剪掉，也可以用弯刀进行去裁剪。
将两个面的线条呢给它做连接。在我们的色交点的位置，这一块头发是比较厚重的，所以呢，我们将这里的头发呢发尾给它稍微的做一些调整，让它更加的服帖一点。调整完以后，我们能看到这个地方就会相对的均匀。那这样子的，我们再去切这个外线的时候呢，看起来就好看一些。我们把这个线切完以后呢，我们能看到这个方它在我们上面行线的时候呢，它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立体感的效果。那这种堆积的话呢，它可以拉宽我们的头型。侧部也是一样的，我们将这个3个面的线呢，全部都切成方的这种线条，所以呢，更能够体现它这种立体的效果。在侧面我们能看到这个45度堆积下来的一个感觉。那由于我们是参照空间角度进行去裁剪的，它的这个中间的位置是比较往里收的啊，侧部的45度。